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婆的白月光欠了高利贷，来找他借钱，被我拒绝后，他从高楼跳了下去，当场身亡。后来在老婆生产那天，他在我的饭里下了毒，临死前，他当着我的面掐死了刚出生的儿子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跟这个小贱人死了都不足以偿命。”再睁眼，我回到了老婆的白月光来借钱那天，我无所屌味地道：“可以呀，都给你，刚好我也活够了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一阵粗鲁的敲门声吵醒了我，我做了个噩梦，醒来满身冷汗，梦到老婆生产那天，她在我的饭里下了毒，我奄奄一息地看着她，她却当着我的面亲手掐死了儿子，还凶狠地说：“你跟这个小贱人死了都不足以偿命。”门外的人再次开口了：“陈佳佳，你有空吗？”元丰是我老婆的白月光，两人青梅竹马，小学就认识了。他因为赌博借了高利贷，后来输得精光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就来找我老婆借钱。我跟老婆最近在备孕，要花销的地方很多，所以我拒绝了他。被我拒绝后，他特地找了个繁华地区的高楼，跳了下去，当场身亡。警方在他手机里发现了留给我老婆的遗书。我们终究差些缘分，我的心意一如当年，下辈子希望陪在我身边的人会是你。老婆知道后哭了个3天3夜。可这还没完，他死之后，他年事已高的爸妈被放债人暴力催债，二老本身就体弱多病，加上被日夜威胁，顶不住压力，相继去世了。听闻后，老婆歇斯底里的跟我吵了好几天，还差点闹到离婚。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都可以，借个几百几千也是借，你怎么就这么冷血呢？现在人全家都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某天，老婆说她怀孕了，这是我们第一个流淌着彼此血液的孩子。为了让孩子健康出生，她头一次主动认错，她眼眸带泪，满是歉意：“对不起老公，是我反应过激了，就算没有你的拒绝，他也会因为别的原因跳下去的。”看他这样，我也没有再去提这件事。在老婆怀孕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孩子做了许多准备，选定生产的医院，挑孩子的衣服，孩子以后的学校。在这期间，我的父母心脏病发作，住院了，老婆也不厌其烦地跟我去照顾他们。就在我以为我跟老婆的关系回到从前，甚至比以往更亲密的时候，在她生产那天，老婆在我的饭里下了毒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她的手中渐渐失去了呼吸，但却无能为力。她笑得狰狞，额头的青筋都爆了起来。我会说孩子是你杀的，你心生愧疚，杀完后服毒自杀了。至于你的钱，我会用它去替你赎罪的，处理元丰一家人的后事。突然，他笑得癫狂。对了，你应该奇怪，为什么你爸妈的病情一直没转好呢？因为我一直在刺激他们呢，哈哈哈哈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原来老婆一直都没放下元丰，她所做的一切都在报复我，甚至连我爸妈都不放过。想到这，我气得把床头柜上用来处理公事的笔折成了2半。所幸的是，我重生了。我拿出手机看了日期和时间，刚好回到老婆白月光来找他借钱的那天。元丰借钱的话术跟前世一样，我一些好兄弟拉我进赌场玩，一开始运气好，赢了几万块，后来砸了更多的钱进去，运气不好，赔了本，还输了很多。他的眼神有些闪躲，轻描淡写地道：“借了一些高利贷，现在还不上了，就想来找你们借了。”老婆弯下腰给元丰倒水，
将妩媚的身材展现得更为动人，还自然地撩了撩头发，发尾不经意间扫过元丰的下巴。霎时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又匆匆撇开，眼底笑意渐浓。老婆笑道：“凭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这哪是问题？”我将他们的小动作看在眼底，猛地踹了一脚桌子，他们被我吓得一激灵。老婆的手一抖，水洒到了元丰的裤子上，元丰的眉头下意识皱了起来。老婆瞪了我一眼，紧张兮兮地拿纸替元丰擦拭，别一惊一乍的。不好意思，脚滑了。我站了起来，无所屌味地道：“可以呀，都给你，刚好我也活够了。”元丰瞬间笑得人畜无害，站起来抱住我：“谢谢杨哥，我就知道把佳佳嫁给你是个明智的选择。”我拿上了所有的银行卡，到了第一家银行，在他们的注视下，我的余额为17块。他们的表情瞬间凝固了。我连忙解释道：“这张卡不常用，我们去下一家看看。”然而第二家、第三家，直到跑遍我手上所有的银行卡，最多的余额也只有86.42元。还没回到家，老婆就在街上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围观，用眼神谴责我。老婆的脸色非常难看，指着我的鼻子吼道：“家里什么时候只有这点钱了？你是不是在外面养女人了？打肿脸充胖子，你真是丢死我的人了！”我假装非常着急，哀求道：“老婆，我还有办法借到钱的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今晚别回来了，家里没有你的位置。”次日一大早，老婆让我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我们离婚了。老婆还扔了2件衣服到我的脸上：“够你穿了吧？不够就自己去垃圾场翻。”说完，她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离婚后，老婆托她一个人脉很广的同事给她找个有钱的大佬借钱，同时带她到全球 Top 10企业的最顶层。孟阳刚进来，老婆双手叉腰，嘲笑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在这当保安了？你疯了吗？”同事立马捂住他的嘴，压低了音量：“他可是资产过千亿乐阳集团老总的独子，乐阳集团的唯一继承人啊！”老婆的脸色立马变得一阵青一阵紫，同时压着陈佳佳的背，让她给我鞠了个90度的躬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孟总，我这朋友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有什么话得罪到你，还请原谅。”我扬了扬下巴，挥手道：“你下去吧，我跟他单独谈。”好。陈佳佳瞬间换了副嘴脸，轻声细语地道：“孟总。”我双腿交叠，搭在办公桌上，扔了一件衣服到他的脸上：“想借钱，你跟元丰一起跪下来求我。”在陈佳佳的通知下，元丰也来到了我的办公室。他对我的印象也还停留在我穷得叮当响的阶段。刚见到我，就对陈佳佳说：“哟，孟阳，你也来借钱啊？排队哈，你这个乞丐靠边站，我们先借。”管家走到他的身后，用力拍了他的后背：“大胆！少爷是你能说的吗？”少爷，元丰重新打量着我：“你就是那个老总，别废话。想借钱就乖乖听孟总的话。”元丰立马敛起了之前那副瞧不起人的模样，狗腿似的跑到了我的身边：“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跟陈佳佳跪下来求我，我再考虑一下。”下一瞬，陈佳佳跟元丰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，腿有点酸。元丰立马自觉地替我捏着小腿：“您看这种力道可以吗？”我忽略他的话，看向另一边小腿，意味深长地看着陈佳佳，另一边也酸。元丰悄悄地用手肘戳了一下陈佳佳，陈佳佳也很快帮我捏起腿来，再用点力。“没吃饭吗？”我看到陈佳佳不爽地咬了咬后槽牙，
但手上的力道却乖乖加重了。就这样继续保持，过了差不多快10分钟，我都没喊停。元丰以为自己稳住了我的心，邀功搬道：“您这么大方善良，能不能先借我们个10万块呢？10万块钱啊，小数目。”听我这么说，他们都咧开了嘴，刚想继续拍我马屁，我就拿起桌上的茶水，精准地倒到了他们的头上。滚烫的茶水沿着他们的衣领流到了皮肤上。元丰皱起眉，脏话到了嘴边，又硬生生咽了下去。TM4，陈佳佳倒吸一口凉气，攥紧了拳头。我就喜欢看到他们这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。我佯装抱歉地道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手滑了，我这人有点不靠谱，你们应该不介意吧？”他们连忙摆手，讪笑道：“当然不。”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把桌上烟灰缸里残留的渣全都洒在了他们的脸上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忤逆过陈佳佳，她已经忍到了极限。你，元丰抢过话头，恳求道：“您再考虑一下，求求您了。”我丢给管家一个眼神，管家招了招手，几个壮汉进来架住了他们。走吧。陈佳佳的同事看到他们出来时一身狼狈，便知道了结果，不断安慰他们。他跟陈佳佳说，过2天他要开一个重要的董事大会，你可以想些办法去抓住他的把柄。如果能稳住他在那些老油条面前的形象，那好处自然都是你的。没2天，陈佳佳又来了我的办公室，这一次跟之前低眉顺眼的样子完全相反。她潇洒地把孕检报告甩在我的面前，叉着腰说：“这是你的孩子，复婚吧。如果让董事会的人知道你始乱终弃的话，你看你还能坐上继承人这个位置吗？”我找了个私家侦探帮我去调查这件事，很快我便得知老婆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，而是元丰的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意外收获了不少情报。元丰是个宝藏男孩，越挖越多黑料。他有一个非婚生的3岁儿子，而孩子的母亲是一个有家室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她法律上的丈夫并不是元丰。好家伙，原来在背地里玩这么大，在我们面前还玩深情白莲花的戏码。陈佳佳还不知道这些事。这2天，她时不时拿一些孕检的照片给我，然后借此威胁我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是打算跟我复婚，然后主动公开我，还是打算让我亲口来说这件事？我一口咬定道：复婚是不可能的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陈佳佳黑着脸摔门离开了。到了董事会召开这天，我们事先邀请了一些知名媒体来直播报道。会开到一半，陈佳佳带着她的父母闯进了现场。她快速地找到镜头，指向我，像在控诉一个罪恶滔天的坏人。你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她走到摄影师面前，把自己的孕检单展示给镜头。他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人，话没说2句，他就哭得梨花带雨，让人看得心颤。说实话，他颜值很高，很难让人怀疑他话里的真实性。副董事长是个年纪比较大的男人，他有一个独生女儿，跟陈佳佳差不多一个年龄。看到陈佳佳这样，他心软地站了起来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安慰道：“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要着急，慢慢说，我们不会包庇坏人的。”有人撑腰后，他底气足了不少，一边啜泣一边说：“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，但是前2天他跟我提了离婚。”陈佳佳把当年的结婚证和前2天刚领的离婚证都展示在了镜头前。2个老人红了眼眶，哭得让人难受。我们家就这一个女儿，都怪我们遇人不淑。我们也是普通家庭，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坏事。董事会的各位开始躁动起来。
我的信任岌岌可危。大家安静一下，听我解释。没人理我，都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我。行了，我看孟家有你这个败架子，估计也是要完蛋了。你们放心把公司交给这样的人吗？反正我是不太放心哈。如果今后他真坐上董事会的位置了，我第一个撤股。我也不太喜欢私生活混乱的人。他们起身就要离开，我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安静。我让管家把私家侦探收集到的材料都送进来。我希望大家能齐心协力，相信我是不会辜负你们的人。当着他们的面，我把陈佳佳提离婚的电话录音播了出来，里面包含了不少她羞辱我的话。最后，我拿出一份盖有红章的亲子鉴定，董事会的各位都惊得目瞪口呆，纷纷给我投来同情的目光。陈佳佳被拆穿后立马花容失色，而她父母被气得当场晕了过去。陈佳佳的一家以及元丰的风流事迹在这次直播中曝光于社会。陈佳佳的父母训斥自己的女儿不自爱，随后找人把元丰给暴打了一顿，这一打就把他打进了医院，1个月多才恢复过来。而我因为这段狗血的经历，意外赢得了董事们的关爱，他们对我的期待史无前例的高，还有很多人在网上替我打抱不平。我借助此次闹剧巨大的热度，在办公室直播带货。某天，我收到一个匿名的包裹，很多合作的品牌方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送一些东西，其中有个没有署名的礼物。我也不是第一次收到匿名的东西，以为跟之前一样是某个朋友给我的惊喜，就打开了它，是一瓶看起来价值不菲的红酒。弹幕里立马有很多人对它感到好奇。反常的是，都是一些看起来像是小号的人在说话。啥味的？可以替我们尝尝吗？看这包装还挺高大上的，送的人有心了。好喝的话我马上下单，不好喝我也下单，就当是在支持你的事业了。我倒了一点到高脚杯里，我先替你们尝一口。嘴巴刚碰到杯沿，一直在替我暗中调查的私家侦探冲了进来。由于太急，他不小心把我的酒杯碰翻了，玻璃破裂的脆响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回荡起来。有一部分的酒不小心洒到了办公室的浴缸里，嫣红的酒在水里慢慢散开，吓得鱼群四处游走。我不解地看着他，怎么了？他一边喘着气，压低了音量。孟总，我查到了一件事，关于元丰的，刚好我也要下播了。下播前，弹幕还在疯狂刷着有关红酒的事，我怎么听到了杯具碎掉的声音？所以是没喝吗？孟总啥时候把那个红酒上链接？我也想试试，是哪家的酒？孟总刚才说了吗？我大概的扫了一眼弹幕，说完结束语后关掉了直播。再转眼，我无意间看到缸里的鱼居然全都翻了白肚。卧槽，这什么情况？见过大场面的私家侦探也愣了一下，推理道，估计是有人在里面投毒了。投毒？虽然我家的产业很发达，但我自认为不管是我爸妈还是我，在职场上还是尽量避免树敌的。不过人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小点的仇人难免还是会有的，但像这种想把我往死里害的人，我可真想不到会是谁。我先帮您叫人进来打扫，顺便仔细查查这件事。那就辛苦你了，一定要查到他是谁。下属进来一边打扫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把酒杯里的酒都保存起来。你刚想说什么？侦探的神色变得非常沉重，沉默了半晌才开口。他把一些证据展现在我的面前，严肃地道：董事会里恐怕有内鬼。他拍到刘董跟元丰出去吃饭喝酒的照片，虽然不知道
他们谈什么，但我很难想象两个人之间会有什么关联。刘董为什么要帮他？我跟他的关系算不上特别好，但也没有说坏到要在背后算计我的地步。保留好证据，好的，孟总，关于红酒一事，不管私家侦探怎么查，线索都会断掉。连我这个向来消息灵通的私家侦探也拿这个人束手无策。看来那人并不好应付，应该是有些权力的人。既然如此，我打算将计就计。在某次直播中，我假装吃了一颗匿名包裹送来的糖，还特地把它展示在镜头前。其实我早就把它调包了，但为了让投毒的始作俑者看到我上钩，我在直播间里突然倒地，助理进来将我送往医院。没出2小时，我把自己昏迷不醒的消息透给了媒体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，详细到我住在哪个病房哪号床。没过多久，果然有人来医院找我了，幕后黑手居然是袁峰，他号称是我的兄弟，骗过医护人员来到了我的专属病房。看来你也很蠢嘛，这么低劣的手段也能拿下你的命，怎么都想不到最后杀了你的人是我吧，哈哈哈。不过一口气杀掉太便宜你了。他用纸杯倒了一小瓶水，倒在了我的脸上，冰凉的水立刻流向我的两颊，然后阴湿了床。这种湿冷的感觉非常难受。他看我没什么反应，遗憾地道：可惜呀，你这个半死不活的状态，连痛苦都感受不到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折叠水果刀，自负的模样仿佛是主宰苍生的神。冰凉的刀背贴上我的脸，他的声音非常冷漠，甚至带有强烈的恨意。去死吧！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毫无征兆地把刀刺进我的胸口，动作快到我那些在暗处蹲守的保镖都没来得及冲进来。然而想象中的痛感并没有出现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了起来：住手！我已经报警了。是裴思璇，他是我初中时候的白月光同桌，我们已经有很多年不联系了。他成绩优异，相貌出众，是学校里女神般的风云人物。毕业时，他跟我表过白，但我用不想早恋的理由拒绝了他。被我拒绝后，他出国读书了。回国后，听说他在我们市最厉害的3甲医院工作，至今从未谈过恋爱。他穿着一袭白衣，声音不怒自威，让人忍不住臣服于他。我睁开了眼，看到他徒手握住了刀，鲜血瞬间流了出来，溅到他的白大褂上，看起来非常触目惊心，但他却一声也没吭。你再动他一下试试。袁峰没想到这里会有人，但看清了裴思璇后，眼底没有一丝恐惧，反而大笑了起来。哈哈哈！就凭你也来威胁我？我不怎么打女人，你最好自己离开。袁峰把刀抽了回去，让裴思璇伤口处的血流得更多了，一股越发浓郁的血腥味在病房里弥漫开。裴思璇却一动不动，甚至还在向袁峰靠近，不识好歹。那就不能怪我了。袁峰活动了下手腕，再次对裴思璇挥起刀。彼时，保镖都闯了进来，你们再走近一点，别怪我杀了他。看到有人质在，保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情急之下，我大声提醒道：思璇，你先出去，不用管我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房门又被推开了。看到来的人后，袁峰一时间愣在了原地。袁峰怎么也没想到刘董会出现在这里。当初行动前，他们说好了不要暴露双方的关系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趁他发呆的间隙，裴思璇快准狠地夺过了袁峰的刀，还反客为主地把刀尖对准了他的心脏。全程用了不到5秒，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，佩服地看着他。他眼都不眨，
刀尖已经抵上了袁峰的胸口，但只是停在表面，并没有真的往下刺。袁峰又羞又恼，没想到输给了一个女人。TM 袁峰，裴思璇慢慢施加力道，表情却非常温柔，好像在说一件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小事。我见惯了生死，不介意再多见一次，要试试吗？袁峰却不当一回事，只觉得他在吓唬他。臭婊子，真以为能伤到我？给你一点颜色你就开染房了是吧？趁我走神把刀抢过去，就以为自己很厉害了。他握住刀柄想抢回去，可裴思璇的力量非常强大，让他动弹不得，胸膛的压迫感越来越明显。袁峰的额头出了一层冷汗，再这样下去，刀可能真的要刺破他的胸口。他放缓了呼吸，求饶道：“停！”看到这幅场景，刘董慌张地想逃离病房，被保镖眼明手快地截了下来。我盯着刘董，指着袁峰问：“认识他吗？”他声音抖得厉害，恐慌地道：“不认识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”裴思璇冷声道：“警察来了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房门再次被推开了，一群警察进来了，是裴思璇不久前报的警。刘董急于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说道：“我真的不认识他，有一个电话打给我，让我来看望你，我就来了。没想到来了之后，看到警察来了。”袁峰像疯了一样，指着刘董大喊大叫起来：“放屁！知道我为什么能给你寄那些包裹吗？都是他帮的忙，没有他的话，我更不可能站在这里。你们要抓，把他也一起抓了。”裴思璇没伤到袁峰，安全地把袁峰交到了警察的手里。他跟刘董被带到了警局，病房里只剩下了我和裴思璇。我盯着他的伤口，拉着他的袖子就要往救护站走。痛吗？我带你去找医生。看我这么紧张的样子，他笑了笑：“皮肉伤，别担心。”我拉着他去找医生处理。然而他却带着我到他的办公室，自己处理起来。看他那副熟练且一声不吭的样子，让我感觉心口堵得慌。为了让气氛能柔和点，我打趣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偷偷变成大力士了？我记得初中的时候，你连瓶盖都扭不开吧？刚在一起同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跟裴思璇说话，他看起来永远是那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好像一朵高岭之花。某次课间，我发现他竟然拧不开一个水瓶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他把水递给了我，谢谢。从那时起，他会时不时让我帮忙拧一下瓶盖，我们也慢慢熟了起来，开始什么都聊一点。有次聊到了理想，你以后想做什么？医生。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，让我不禁感慨。他利索地给自己包扎好了伤口，开口打断了我的思绪：“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“没有。”我摇摇头，嘴角不自觉地上钩。裴医生，经过调查我才知道，刘董之所以帮袁峰，是因为袁峰那个非婚生的小孩正是跟刘董的老婆生的。袁峰跟他老婆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拍了很多私密视频，便借此来威胁刘董，如果不帮他的话，他就把这件事情公布于众，鱼死网破，大家都别想好好过日子。借着刘董的权力，我的私家侦探才查不到寄件人的信息，袁峰才能给我寄那些投了毒的匿名包裹。我把他投毒的证据交给警方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他应该要蹲很久的牢。而在此之前，他居然是一个有过前科的人。他求我将他带出来，还给我磕了好久的响头，但我还是拒绝了他。他气急败坏地开始咒骂我：“我看你还能硬气到什么时候？佳佳应该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你看看你这个窝囊废富二代，没了父母后还能过得这么潇洒吗？”哈哈哈！
我的心头涌上一股不祥的预感。还没出关押元丰的房门，就接到了医院急救科医生的电话。医护人员焦急的声音透过手机传了出来，在整个房间回荡。元丰笑得瘆人：“是孟阳吗？您的父母出了车祸，陷入了昏迷，请您来爱裴思璇悠一趟。”元丰的话里多了几分底气，好像在跟我谈判一样。我知道他整个计划，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就把我带出警局。我踹了他一脚，头也不回地赶往警局。滚！元丰丝毫不恼，仿佛认定了我一定会答应他的要求，高声道：“后悔了，随时来找我。”到了医院，才发现我爸妈特别精神，压根没有一点车祸的痕迹，而陈佳佳正坐在他们的床边，给他们削苹果。我快速地把他拉开，打掉他手中的食物，警惕地道：“别动他们。”爸妈对我的行为有些不满：“小杨，你这么凶干嘛？怎么说你们也是夫妻一场？佳佳还特意带我们来体检呢，她一个女孩子都悔过自新了，你就别那么小气嘛。”我一头雾水地看着他们。体检？你们不是出了车祸吗？怎么？呸呸呸！说谁出车祸呢？就是这么盼着我们死啊？不是，我松了口气，没事就行。爸妈还是跟上辈子一样，对他没有防备，还特别心软，也难怪上辈子会被他气死。陈佳佳默默地捡起了被我弄掉到地上的苹果，低声道：“孟阳，对不起。”他被我误解后也没有生气，反而很卑微。我这才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。这段时间下来，他瘦了不少，标致的瓜子脸有点瘦脱了相，有种别样的柔美。但我的内心仍然毫无波澜。我不想在父母面前说这些事，免得让他们担心。于是出了病房，出去说。他很快跟了出来，带上了门。他说：“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爸妈对我都挺好的，元丰怂恿过我，但我压根没想过要杀了他们。”在说到杀这个字的时候，他的音量不自觉地低了很多。我一想起上辈子他对我父母做的狠事，一丁点都心疼不起来。这段时间里，我想了很多，想到我们以前的生活。我打断他的话：“红酒投毒的事你知不知道？”他一脸迷茫，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红酒投毒的事情。此时，一个女人从走廊的另一边走了过来，打断了我们的对话。看到陈佳佳的瞬间，她热切地道：“果然是你！我刚远远看着就觉得像。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好点？打完胎之后要好好休养。以后要擦亮双眼，不要再遇到渣男了。”我的疑问脱口而出：“打胎？”女人仔细地审视着我，好像在看一个坏人。“对呀，你该不会就是那个渣男吧？”陈佳佳替我解释道：“他是我朋友，你放心吧。”“好，先不跟你说了，准备到我体检了，我看看身体恢复的咋样，有没有落下什么后遗症。你体检完也赶紧回去休息吧，你也早日康复。”女人走了后，我跟陈佳佳都陷入了沉默。她以为我动摇了，便继续说一些想要挽留我的话，甚至还想环住我的手臂，被我无情地躲开了。陈佳佳的眼眶盈满了泪珠，倔强的不肯落下来。“我们真的不可能再重新来过了吗？”我决绝地道：“不可能。”随后，我带父母办理出院。陈佳佳无声地跟在我们的身后，好像想借此表达对我的忠诚。到1楼大厅时，她突然上来拉住我的手，贴到我的耳边说话，非常亲昵的模样。就在我疑惑她耍什么花招时，看到了不远处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裴思璇。她看到我跟父母在一起时，露出了担心的表情，正要朝我这走来，但很快看到陈佳佳出现在我身边之后，她顿住了脚步，
只是跟我点了点头，然后快速地走向了另一个方向。陈佳佳知道裴思璇是谁，好多年前，在我把他介绍给我初中那帮兄弟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喝了酒，喝多了后，有个嘴上没有门把的兄弟一直问我跟裴思璇的进展如何，还说了不少裴思璇的好话。老婆在人前并没有生气，套了不少关于裴思璇的话，但私下里他总是有事没事就拿自己跟裴思璇比较，还让我评价他们谁更好。即使我说那都过去了，他也仍在执着地问：校花，那我跟他谁更好看？你那些兄弟都说你们很般配，你觉得呢？陈佳佳说了个让我听得耳朵生茧的问题：你喜欢他吗？如果是以前，我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不用担心这种问题，但现在，我甩开陈佳佳的手，严肃地道：以后不要再碰我，我们早就结束了。转头，我对父母说：你们等我一下。陈佳佳哭了起来，但我看都没看一眼，而是追上裴思璇，拉住他的手腕：思璇，等一下。裴思璇稳住了声音，但我看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。怎么了？跟家人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我有话对你说。我跟他约了今晚一起出去吃饭。送完爸妈回家后，我返回医院去等他下班。我默默地在他的诊室门口等他，直到他看完今天的最后1号，我都还坐在那里。一名护士看到后，上来问我：你是裴思璇的病人吗？不是，我是来接他下班的。你也是他的追求者吗？还没等我回答，他又说：不是我打击你哈，还是赶紧死了这条心吧。我们医院追他的人可多了，有时候不只是同事在追他，就连一些看病的患者都想加他的私人微信，但他一个都没搭理，拒绝得特别干脆。我们还以为他是有男朋友了呢。某天一问，他居然是母胎单身，是不是感觉很奇怪？明明这么优秀又好看的人，为什么会单着？护士像在讲一个悬疑故事一样，音调有起有落。听说呀，他有一个喜欢的人，喜欢很多年了。我的心情有点低落，还没能把故事听完，故事的主人公就出来了。护士给我投来一个同情的眼神，就像即将要目睹追求者失败的场面一样。然而，裴思璇却问道：等很久了吗？事态的走向跟护士预想的截然相反。他惊讶地看着我，悄悄地给我比了个大拇指：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走吧。我订了一个私人餐厅，主厨一般需要提早半年以上才能约到。不过谁让我有超能力呢？因为已经很多年没见了，我也不确定裴思璇的口味有没有变，于是让他先点自己喜欢的。吃饭的过程中，我有些心不在焉的。护士说的那句话一直飘荡在我的脑海中，他有一个喜欢的人，喜欢很多年了。其实除了失落，还有一点期待，会有那么个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希望那个人会是我。快吃完饭时，裴思璇问我：有什么心事吗？还是今天检查的结果不符合预期？不是，今天检查的结果很顺利，爸妈身体还挺健康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其实不用顾虑，有什么秘密都可以跟我说。很多年前，他也经常这样鼓励我。我让服务员把我准备好的蛋糕端了上来，在蛋糕的中心藏着一颗闪闪发光的钻戒，跟裴思璇一样耀眼。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说出我准备多时的措辞：如果你心里有人的话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跟他竞争一下？裴思璇笑了笑，漂亮的眼眸不知何时附上了一层水雾。没有其他人，那个人一直是你。在我的引导下，他发现了那枚钻戒。那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他刚想开口，泪水先一步滚落下来。我愿意。我替他把戒指戴到了中指上，
吻去他的热泪。最终，我说出了迟到多年的心声：我喜欢你。我把我们相恋的事情公布给了媒体，陈佳佳也得知了消息，她想不开跳楼了。她的父母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病倒住院了。袁峰的下半辈子要在黑暗的牢房中度过，而我在世人的祝福中彻底开启新的人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